而这个计划自然是要牺牲圣龙族以及祖龙族。对于这样的代价，萧炎自然不会袖手旁观。而且祖龙族对于自己而言，也算是完成自己对祖龙前辈的承诺。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就不会让这些人得逞。在这最后时刻，这神龙还是如此阴险，那么萧炎自然不会对其留手了。只要真正的将神龙消灭，整个万兽神界才会和平发展。不然，神龙一日不除，那么万兽神界就得不到安宁。而此时，神龙的神魂依旧隐藏在那天卫海之中，眼神无比的忌惮萧炎。他已经选择不再硬抗萧炎了，因为他自己已经知晓自己与萧炎的差距。这该死的人类小子怎么会可怕？他究竟是什么人？神龙内心十分的挣扎，再这样下去，自己的神魂想必也会被下方的火海所吞噬。然而就在神龙这样想的时候，一道令他表情极度扭曲的身影出现在其面前。找到你了。萧炎那双金眸散发出神秘的能量，看向神龙时嘴角一动，淡淡的声音缓缓传出。闻声望去，看到萧炎的身影就在自己的面前，那神龙也是不经意的打了一个颤。对于现在的萧炎，他已经没有了之前那般嚣张和轻蔑。如果自己是五重天卫神的实力，倒还不惧眼前之人。可是现在自己被朱龙之威所压制了血脉，其实力顶多也就四重天卫神的层次。你这一次只要你放过我，我保证我不会再入侵圣龙族和祖龙族。见到自己已经无力反抗，神龙也是用恳求的语气对着萧炎说道。只不过这一次，萧炎并没有相信神龙的鬼话。上次也是这般说，结果现在差一点就被他奸计得逞。要不是自己底牌诸多，不然的话，圣龙族和祖龙族早已经被消灭了。你作为万兽神界的三龙之一，说话才真是有些意思。你自己说的话，恐怕你自己都不相信吧？你觉得这一次我还会饶你命吗？萧炎也是用极其坚决的语气说道。对于神龙的这些话，萧炎根本就没有听进去。见到自己苦求无果，神龙的语气也是低沉下来，出声道：不要以为你赢了我，既然不要做绝嘛，我便让你看看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神龙也不再隐藏了，既然自己已经不敌对方，那么就只能请出背后的那一位神秘人了。看到神龙那诡异的神色，一股不安的情绪自萧炎的内心浮现而出。果然之前的感觉没有错，这神龙的背后的确有什么神秘人在相助。但是就算如此，萧炎也准备先将这位神龙给抹杀了。毕竟如果留下活口，对于万兽神界也是一种祸害。哼，天外有天又如何？我先将你灭了。说着，萧炎抬起手臂，将手掌摊开，其上浮现一道混色火莲花，然后对着神龙丢去。很快，那混色的火莲花距离那神龙神魂只有1指距离时，后者的瞳孔也是急速收缩。紧接着，那火莲直接轰然爆开，天空中一道混色的火焰直接对着四周冲击而去。那所爆发出来的破坏力，直接将空间都给震了碎裂开来。爆发出来的毁灭能量，直接将神龙的神魂吞噬而尽。就算他的本事再大，恐怕都无法生存下来。这乃是由3昧神火所凝聚出来的火莲，那威力可是比地炎和幻虚更强的存在。在下方无数神兽强者的目光注视下，个个都惊掉了下巴。特别是神龙族和龙盟之人，他们的神龙大人难道就这样被一位人类给击杀了不成？就在大家都认为神龙的神魂都即将被萧炎抹杀的时候，在这片天地间顿时响起一道巨大的轰鸣声，当即萧炎的面色尽是巨变。下一刻，一道约莫数万丈的庞大暗黑之光从神龙的神魂中猛地冲上天际，直接将周围的混色火焰的能量给冲刷而去。萧炎的身影也是被这股力量给震飞倒退而去，可怕的力量顿时肆虐开来，一股无法形容的压迫之感从中不断的散发而出。天地间仿佛还有着道道诡异的梵音从虚空中传荡而开，那恐怖至极的力量令得整个万兽神界都开始在微微的颤抖。在场的所有神兽强者都感应到自那暗黑之光中所散发出来的强大压迫感，他们的面色也是彻底的巨变，一抹震动之色忍不住的涌上心头。不管是神龙族和龙盟之人，以及那圣龙族的神兽之人，随着这一道暗黑之光的出现，那股压迫感比5重天卫神实力的神龙更加的强大，甚至那等压迫感已经无限接近6重天卫神的可怕领域了。显然，这就是神龙刚刚所说的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那究竟是什么东西？这股力量至少已经达到了5重天卫神巅峰，距离那6重天卫神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众神兽强者猛地将目光看向了上空处，被这股力量震退数百米之后，稳住身影的萧炎也是在此时顺着目光投射而去。而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只见得刚刚那暗黑之光的区域处，暗黑之光不断的闪烁，旋即可以看到有着一道黑影矗立其中。那道黑影没有任何的反应，只是静静的站在那里。但在下一刻，其身上的恐怖黑气便是铺天盖地的弥漫开来，将这片天地全部给笼罩了其中。而在这些黑气中，有着一道令所有神兽之人都感到极度不舒服的味道，因为黑气中还能够侵蚀他们体内的神之力量，同时让神之力量变得异常起来。而且能够让神之力量都感到不适的，唯有魔之力量。这2股力量皆是对立，神魔不可能共存，唯有吞噬一方的力量，占据对方的力量。而魔之力量就是想要吞噬占据神之力量，将神之力量同化成为魔之力量。下方无数神兽强者目光惊骇地看着这一幕，就连圣龙在这强大恐怖的魔之力量下
显得颇为的渺小。就算是圣龙全盛时期也是如此，这股魔之力量已经远超他们的预料之外。其实就连神龙族和龙盟之人都不知道，他们的神龙大人背后竟然还有这样一位的神秘强者。他们那震惊的目光望着虚空上那暗黑之光中的黑影，然后各个其脸颊上都有着难以置信浮现而出。那是什么神？对方根本不是神，萧炎的声音不是很大，但是传出时，每一位神兽都是能够听得清清楚楚。什么？不是人，因为他是魔。此话一出，更是震惊的所有在场的神兽之人，包括神龙族和龙盟之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神龙大人竟然与魔有合作。随着暗黑之光也是逐渐的消散，其中那道黑影的真实面貌也是展现在了众视线里。那是一名身穿黝黑衣袍的男子，身躯伟岸，仅仅只是站立于那处虚空，就有着一种凌驾于天地之上的恐怖魔威。当然，这道黝黑衣袍男子的出现，这片天地空间都是变得格外的扭曲起来，似是容不下对方一般。此时，在场的所有神兽强者体内的神之力量都是忍不住的躁动起来，因为弥漫天地的魔气已经入侵了他们的体内。一些实力稍微弱一些的神兽体内的神之力量激烈的暴动着，皆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露出那不敢置信的骇然之色。隔了这么远的距离，竟然还是被魔气所影响，这样的力量究竟是何等的恐怖至极？而且出现在众神兽眼中的那位黝黑衣袍男子的魔威，早已经超越了他们神龙大人，并且将其感应到的气息定位在5重天位神巅峰，甚至已经半只脚踏入6重天位神的可怕领域。如此实力，恐怕万兽神界之中无人是对方的对手，就算是底牌诸多的萧炎也无法将其抗衡。在看清楚那黝黑衣袍的男子面容后，萧炎的双眼瞬间一眯，神色也是一变，脸庞都是抽搐了几下。因为眼前出现的这一道魔影，萧炎在上古圣地时见过一次，也就是被小垄和雨涵的母亲和姨娘打跑的那一位武灵拳魔。只是没想到这武灵拳魔会在这里出现，看来灭神府的手也已经深入万兽神界之中了，而萧炎竟然都不知道。但是让萧炎想不明白的是，这些灭神府之人究竟要做什么？为何他们老是和灭神府之人合作？随着武灵拳魔的出现，萧炎知晓恐怕猪龙之战又有变故。就算萧炎的底牌尽出，也不可能是眼前这位武灵拳魔的对手。当年就算是全盛时期的上古圣主都无法将武灵拳魔斩杀。要知道当时的上古圣主乃是拥有猪龙剑和上古镇魔塔2大神器，再加上一道大神技古通化灵阵，才只是将其封印而已，就足以证明了此魔物的可怕之处。以目前萧炎的实力，恐怕根本无法与此魔物一战，就算是焚神2火的形态下，也无法抗衡3招。此时战场的气氛也是处于了一种死一般的寂静里，所有神兽之人都是怔怔地望着那道虚空上伟岸无边的魔影，显然是被那种散发出来的魔威给震撼住了。他们不敢有丝毫的动作，而这种震撼持续了片刻之后，在魔影后方的神龙神魂开口下，才有一些神兽之人渐渐地清醒过来。感谢大人出手相救，不然我恐怕已经陨落那人类小子的手里了。一些颤颤巍巍的声音忍不住地响了起来，带着浓浓的恐惧之意，身躯都不由自由地微微发颤。刚刚那混色火莲的力量已经让那神龙感到一丝后怕，要不是这位大人的及时出手，将那火莲力量冲击化解，他的神魂今日还真的会陨落于此。真是废物！要不是你日后对本魔还有一些用处，早就将你击杀了。而魔影回答神龙的则是丝毫不客气，仿佛在他的眼里，就算是神龙实力有5重天位神，也不放在心上，连一位人类小子都拿不下，凭什么与他合作共赢？不过神龙也不敢有所不满，毕竟对方的实力远超自己，等下惹怒了对方，恐怕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了。所以神龙也只能忍住心中的不满，外表上则是微笑恭敬。好了，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你退下吧。魔影对着身后的神龙挥了挥手，森然道。见眼前这位大人这般说，神龙也是乖乖的来到了神龙族这边，期待着这位大人的出手。你是灭神府的人？一道声音突然传入魔影的耳朵中，后者也是顺着声音望去，看到不远处那一位黑袍身影，双眼微微一眯，一股可怕的气势便是散发出来，对着萧炎笼罩而去。而萧炎并没有出现慌乱之色，而是那双金眸一睁，一股金色的奇特力量冲击而出，在自己的身前形成一道防御罩，抵御住了对方的可怕气势。你知道我是灭神府之人，这是焚神的力量，难道神龙无法击败你？你究竟是谁？此时魔影的身躯一怔，因为眼前的这一位年龄也就100岁而已男子，竟然知晓自己的身份，并且还拥有焚神的力量。我不仅知道你是灭神府之人，我还知道你是9大拳魔中排名第5的武灵拳魔，我说的对吗？萧炎不慌不急地淡淡道出对方的身份。闻言，那魔影开始对萧炎仔细地打量了一番，仿佛这道身影他似乎好像在哪里见过。见魔影没有将自己想起来，萧炎继续道：之前你被神元宫的主母打得落花儿逃那狼狈模样，我可是记得清清楚楚，只是没想到如今你的伤势不仅痊愈，实力也是更强大了。魔影一听到神元宫的主母几字时，心中自然有些触动。其实他怕的并不是那神元宫的主母，而是神元宫的公主元尊。传闻那元尊的实力已经登顶神界之巅，他作为武灵拳魔，自然对其无比的忌惮。
所以一听到神元宫3字时，都会忍不住的感到一丝惧意。你当时也在现场是吗？然后双眼打量完萧炎之后，嘴角浮现一抹诡异的弧度道：当时本魔刚刚破风，没有注意到你，还真是不好意思。不过今日我就好好的招待你一下，就算你拥有焚神力量，也不是本魔的对手。因为武林拳魔已经在刚刚的打量之中发现，萧炎虽然拥有焚神的力量，可是并没有将全部的焚神之力激活出来，凭借着现在的焚神力量，还无法将其撼动，是吗？你以为你就能击败我？萧炎那低沉之声传出后，极其的铿锵有力，就算自己的实力不敌武林拳魔，但在气势上依旧不减。听得萧炎的声音，散发着恐怖魔威的武林拳魔微微一怔，不过很快便是恢复了过来，阴森诡异的道：一个小小人类而已，也敢与魔对抗，就连当年的上古圣主都不是我的对手，你以为你是上古圣主吗？见到萧炎如此嚣张，武林拳魔也是当即一句嘲讽：武林拳魔，我很想知道一下，你们灭神府怎么总是无处不在，不仅出现在下等级的世界，就连第1等级世界中都有你们的存在。问得好，不过我不会告诉你的，毕竟我们灭神府乃是极其神秘的存在，就算一些超神势力也不敢与我们灭神对立，何况如今你一人，又会掀起什么风浪？武林拳魔森然的一笑，闻言，萧炎则是淡淡出声道：既然当年上古圣主前辈能够将你封印，如今我也想试一试，是否能够再将你封印。此话一出，武林拳魔也是眼神微微一凝，不过很快就恢复过来，森然的道：人类小子，你说什么？你说要将我封印，真是好大口气，既然你那么想要找死，我便成全你。说着，武林拳魔便是将体内的魔气暴涌而出，对着萧炎铺天盖地的笼罩而来，一旦被这魔气击中，那么必定陨落。圣龙族之人个个面色也是有些惨白起来，这一下他们圣龙族怕是真的要完蛋了。如此可怕的魔气，就算是萧炎，恐怕这次也遇到危险了。面对着那恐怖的魔气，萧炎依旧非常的平静，虽说表面非常的平静，但是内心还是非常小心谨慎的。至少对方乃是5重天位神巅峰，甚至半只脚依旧踏入6重天位神的领域，只要对方随手一击，就能够让自己陨落。但是以萧炎如今的自身实力去抗衡这武林拳魔，基本是徒劳无功。既然如此，萧炎也是将此前从上古圣主那传承而来的神器和阵法一并施展。旋即，萧炎再次将朱龙剑召唤而出，紧握朱龙剑，一股强大的气势轰然暴张起来，直接是驱散了对着自己笼罩而来的恐怖魔气。双方的气场也是达到了一个点，相互的对碰，丝毫不让。朱龙剑，这一次我需要你的力量。朱魔，萧炎将自身的神力和焚神之力催动了极致，然后伸出左手，食指中指并驱在朱龙剑的剑身上轻划而过，而朱龙剑仿佛是感受到了自己主人的意思，竟是发出一道亮丽的剑光。得到朱龙剑的反应，萧炎的嘴角也是一笑，当即便是对着武林拳魔脚踏虚空而去。见到萧炎那极其果断的自己攻击而来时，那武林拳魔的眼神急速收缩，因为他看到了萧炎手中的武器，就是上古圣主的武器朱龙剑。一想到这里，武林拳魔神色也是逐渐的有着变化。当年上古圣主就是利用朱龙剑的力量，再加上其他神器，才硬生生的将其封印，所以他也不敢怠慢，决定给这人类小子颜色瞧瞧。拳魔封神阵。武林拳魔的声音传出后，这片天地间似乎有暗淡了许多，旋即出现了50道黑色火焰，火焰的温度并没有所谓的炙热高温之感。这诡异的一幕令得在场的所有神兽强者的眼神微微一凝，特别是萧炎，他此刻无比的震惊，因为这一招拳魔封神阵，此前他也见识过威力，在上古圣地中对战上古圣主的残魂时，就是施展了这独门的秘技，那时候还是25道黑火而已，而现在这名拳魔施展此秘法时，竟然又足足多了25道黑火。按照萧炎的推测，黑火越多，那么此阵法的威力就会越强。这武林拳魔果然不是等闲之辈，上次逃走之后，实力不仅恢复，而且比起巅峰时期还要强上几分，并且也不会仗着自己的实力比萧炎强而选择放水。这一出手，那么就是大招。而且拳魔封神阵乃是灭神府的独门秘法，每一位拳魔恐怕都会这一道秘法，实力越强大的拳魔施展此秘法的威力就会越强。虚空上，空间动荡，武林拳魔封神阵的魔威与那萧炎所散发出来的朱龙剑威狠狠地相撞在了一起，诸魔俱灭。萧炎一声厉喝，朱龙剑上的剑光直接再次暴涨，下方诸多神兽之人急速的纷纷暴退，生怕自己被其冲击波给击伤。在避开了战斗所产生冲击波后，望着虚空上可怕的魔风和剑锋的呼啸下，将那50的道黑色火焰给笼罩在朱龙所爆发出来的剑光之中。不过在其他神兽强者的眼中，就算萧炎拥有朱龙剑，也不可能是对方的对手。虽然朱龙剑是排名第9的神器，可是在实力差距上，双方有着很远的距离，所以这一次萧炎怕是要必败无疑了。别人能够想到的时候，那么萧炎自然也是想得到。拳魔封神阵的威力，就连萧炎都非常的忌惮，单靠朱龙剑的力量根本无法做到压制，所以在朱龙剑施展出的同时，
萧炎也是将上古圣主的另一道神器上古镇魔塔给召唤而出，一座巨大的黑色之塔便是出现在了萧炎的身后上空，散发出一股可以镇压一切邪物的气息。看到萧炎突然召唤出来的黑色之塔，下方的所有神兽之人皆是瞪大了眼睛，不难其中有强者认出了萧炎身后之物，便是上古圣主的另一道神器。那东西是上古镇魔塔。一道惊呼之声突然在人群中响了起来。不假，还真的是上古镇魔塔。此时那只有神魂体的神龙目光露出震惊之色，原本还以为对方只有朱龙剑一道神器，结果现在还有另一道神器，而且上古镇魔塔同样在72大神器中排名也不低，皆是能够排进前10名的神器之一。那人类小子身上怎么会有如此多的神器，而且神器的排名都还不低？神龙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怕是不是自己看错了。要知道前10名的神器基本都是在一些超级神器的手里，就连自己在万兽神界纵横数百万年也没有得到一件前10名的神器。但是这位实力才刚突破天位神的人类小子身上，不仅拥有神火，还拥有如此厉害的神器，而且还是2道神器，拥有着如此多的神器和神物，不管是哪一位神器都会无比的羡慕，包括神龙也是如此。如今他的实力5重天位神，结果被朱龙剑的力量压制血脉，使得自己无法施展出全部的力量。今日的失败真是让他的内心中有着说不出的愤怒。不过这一次的朱龙之战结束后，神龙必定会重新统治万兽神界，让自己成为最强的龙神。武灵拳魔，这座上古镇魔塔你是否熟悉？萧炎的声音传来，后者那双的眼眸也是一凝。这不就是当年上古圣主镇压自己的神器吗？真是让本魔没有想到，你除了朱龙剑之外，那老家伙还将上古镇魔塔都传授给你了。但是就算你有2大神器在手，你也不可能封印我。武灵拳魔根本不带怕的，因为他的实力毋庸置疑。下一刻他便是将更多的魔之力量注入拳魔封神阵之中，一股可怕的力量直接将朱龙剑的力量给瓦解开去。见状，萧炎也不再迟疑，双手猛然结印，爆发出金色的能量，在灌入上古镇魔塔中后，便是在他的操控下变得巨大起来，然后快速地出现在了武灵拳魔的上空。一道黑色的光芒从塔中射出，直接将武灵拳魔以及那拳魔封神阵笼罩在了其中。这也是萧炎第一次施展上古镇魔塔，感受到塔内的恐怖力量，就算是萧炎都为之一惊。上古镇魔塔不同于朱龙剑，如果说朱龙剑是可以压制神兽血脉的神器，那么上古镇魔塔便是就可以镇压邪物的神器。所以在2大神器的全力爆发下，武灵拳魔的身躯也是在上古镇魔塔所射出的黑色光芒中消失。然后萧炎便是伸出手臂，对着上古镇魔塔向下一挥，那虚空中的巨大镇魔塔便是发出一道声音，旋即就是对着武灵拳魔镇压而下。一股能够镇压一切邪物的能量自上古镇魔塔中不断的爆发出来。就在众人都以为武灵拳魔都能够被其镇压时，萧炎可不会那么想，毕竟武灵拳魔现在只是暂时被压制了一下，恐怕很快就能从那上古镇魔塔的镇压之下出来。这武灵拳魔的实力竟然如此之强，2大神器的力量都无法将其完全的压制。不过萧炎心中呢喃一声，看来想要真正的将武灵拳魔镇压，还需要一道大神技，而这一道大神技便是上古圣主的古通化灵阵。只有利用朱龙剑和上古镇魔塔的力量将其暂时压制后，再通过古通化灵阵的阵法之力，或许才有资格将其封印。当年上古圣主能做到，那么今日萧炎自己也能够做到。虽然实力比起上古圣主要逊色一点，但是萧炎坚信自己可以凭借自身强大的焚神之力加持，或许还真的可以做到。虚空上的战斗对持了片刻后，神龙族和龙盟之人的所有神兽之人都是震惊无比，特别是神龙。要知道那武灵拳魔的实力已经是半只脚踏入6重天位神，如此强大的实力，难道说这萧炎还能够与之抗衡？古通化灵阵，萧炎的声音在空中响起，顿时天地间的空气中充斥着无比可怕的阵法波动，整个空间的神之元气也是在此时飞快的涌来。在萧炎的面前突然有着红光涌现，那空气波荡着，然后一道约莫数百丈之大的复杂火红光阵便是缓缓地凝现了出来。随着那火红光阵出现，耀眼的光芒涌动，犹如火焰在其中穿梭，看上去相当的华丽无比。萧炎望着这终于成型的古通化灵阵，眼中也是有着难以遏制的欣喜涌出来。本以为第一次施展会失败，结果在自己神力以及焚神之力的加持下，那么轻松的就将这一道大神技的古通化灵阵给完美的布置了出来。此时那火红光阵则是出现在武灵拳魔的下方区域，散发出无比可怕的阵法之力，空间不断的动荡扭曲。他怎么还会有如此可怕的阵法？神龙再也按耐不住心中的震撼，而且这股通化灵阵的阵法，其威力非常恐怖，就算是他全盛时期的力量都要避之锋芒。萧炎加油！然而圣龙族这边顿时呐喊出声，开始对萧炎呐喊助威。感受到萧炎竟然还有如此的阵法，他们也是松了一口气。本以为萧炎会不敌武灵拳魔，然而现在萧炎所展现出来的力量一次比一次厉害。望着虚空上那黑袍青年，圣龙族的所有神兽强者以及圣龙
都将此次猪龙之战的最后希望全部放在萧炎身上。只要萧炎不败，一切都好说。如果败了他们，圣龙族以及祖龙族皆是会毁于一旦。事到如今，圣龙也是在心底里默念：萧炎，一切都靠你了。萧炎见古通化灵阵已经成型，一道道可怕的波动也是接二连三的传播出来，让的一些距离很遥远的神兽强者都感到了一丝心惊。去吧，萧炎的声音很轻，当即他的手印一变，双指并取，指向了那武林拳魔的位置。火红光阵之上，火光陡然涌现，只见的一道通红的火焰光柱，犹如火山喷发一般，猛地自那古通化灵阵之爆射而出，狠狠地锁定位置，直接轰击在了那武林拳魔的身躯上。而那股通化灵阵也是缓缓的上升，上古镇魔塔则是不断的镇压而下。这种上下其手的强大力量，就算是武林拳魔都要吃瘪吧。